他们呢？我是一个粗人，怎么学啊？再怎么学，我也不会像夫子啊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翡翠变了？哎，阿成哥哥，翡翠姐姐呢，并没有变。其实，哎，阿成哥哥，其实你迟早会明白的。以前，阿成哥哥，你跟翡翠姐姐是一对，而现在却变成是夫子跟翡翠姐姐是一对。你叫我到底要帮谁好呢？你当然是要帮我了，我们是好兄弟呀。更何况，翡翠说过，只是把他当成夫子，他们两个根本没什么什么的。啊？什么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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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哎，说了你也不明白，什么什么的。总之呢，我一定要发愤图强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既然翡翠喜欢读书人，我就要当一个读书人。我一定要寒窗苦读10年，我就不相信我考不到一个好功名，起码比李冰当夫子好。夫子，你看那颗星星好亮哦。那是紫微星，另外一个是天罡星。哎呀，我也懂得星宿。哎，翡翠啊，那一颗呢是北斗，北斗，是，北斗七星，是最亮的7颗星星。这北斗七星啊，还可以指引方向，在你迷路的时候啊，跟着它的方向，就可以找到出路。哎，你看那边有条光带，又明又亮，里面还夹着好多闪烁的小星星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银色的河。那条光带叫银河，银河的两边分别是牛郎星和织女星。牛郎星啊，俗称呢叫做大将军。牛郎星和织女星啊，有一段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。在天上的玉皇大帝的第7个女儿啊，有一天啊，突然爱上了牛郎。可是2个人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，根本不可能相爱。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2个为了要在一起啊，于是这个织女就坠入凡间。但是隔了几年，有一天很不幸的，织女被玉皇大帝派天兵捉回了天庭。于是每到这一天，喜鹊们就会搭起鹊桥，让牛郎和织女在那里相遇。真希望他们俩永远都不分开。也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什么树洞，别有洞天。南斗星君，北斗星君，鬼都没有一个。真是的。哎，对了对了，那条就是离开森林回家的出路啊！阿成哥哥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！对了，这回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平安了。哎，翡翠啊，你带元宝回去吧。看我回去怎么教训。我没有啊，是元宝，他们2个。我们走吧。阿成哥再见。走吧，严城。翡翠姐姐被毒蛇咬伤了。我帮你把毒血吸出来。没事的，他是我的表亲，我只不过被亲戚亲了一下而已。不行的。你没事了吧？没事没事。你刚才说那条毒蛇是你的远房亲戚，你可真风趣啊你！嗨，
我还时常取笑他们上不了天，下不了海，光会咬人，哪像我。怎么了？你中毒了。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以后啊，不会吸就不要抢着吸。那这药啊，涂在嘴上吧。哦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还说自己有闯树林的经验呢。夫子，我来帮你涂吧。哎，我来。夫子，你们一个晚上都没有回家，到底在树林里做了什么？我们在看星星哦。啊，才不止呢！翡翠姐姐啊，还让小李子哥哥亲了嘴巴，都肿了。你亲了元宝，不准乱说话。是蛇亲了翡翠姐姐一下，不是夫子。不是夫子，就是阿成哥哥亲了翡翠姐姐，所以才不让元宝说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是就好了。翡翠，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好了开始上课了。上课了。同学们，从开学到今天呢，已经1个多月了。今天在上课之前呢，我要你们写一篇作文，题目就是无题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无题啊，就是不用写了，对不对啊？错，无题呢，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去选择题目。比如说，我的爹爹，我的娘亲，我的邻居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夫子，我家的小狗都可以写啊。夫子，我想写你对我好，怎么写啊？等等，明珠同学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是夫子。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元宝，夫子可不可以写笑话？当然可以了。那么夫子来讲，我们来写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给大家讲个笑话，但是讲完以后，大家一定要写好作文，知道吗？是，知道了，夫子。从前呢，有一个不爱读书的学生，他每天只想着睡觉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夫子啊就想了一个独特的方法，要教训他。哦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礼兵进宫面圣，并将庶人学堂交由鲁夫子管理，即日生效。钦此。礼兵还不接旨？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鲁夫子有礼。李夫子有礼，老朽饱读圣贤之书也，时刻以孔孟之道律己也，定能将学堂发扬光大也。请李夫子即刻启程面圣。是。夫子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不要急，没事的，我去就回。同学们，夫子有一些事情，马上就回。你们在这里做功课好吗？好。夫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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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子。办学乃千秋大业，父皇为什么要阻止我呢？其实皇上是另有安排。什么安排？到伏魔兵团训练营参加屠龙训练。什么？父皇要我参加伏魔兵团？我不想去。大胆！参见父皇上。朕命你参加屠龙训练，你敢不去？儿臣终于知道父皇建立伏魔兵团
是来对付龙的。那又如何？龙是朕的心腹大患。儿臣向来认为，孝民异化，善人终比恶人多，龙也一样，总有好坏之分呐。荒谬！妖龙一旦兽性大发，呼风唤雨，制造灾祸，不光是生灵涂炭，民间更惨不堪言。一定要先诛之而后快。可是民间干旱，是谁施云布雨？是谁让庄稼生长，风调雨顺呢？难道可以抹杀龙的功劳吗？这10年来，天下一直风调雨顺，根本就不需要龙来施云布雨。皇上福荫万民，儿臣绝不会滥杀无辜的。朕教过你多少次，治国要有屠夫手段，菩萨心肠。你为什么偏偏听不进去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朕？父皇，反抗越大，所造成的伤害势必更大。如果人龙不能和平相处，受害的将是百姓，民间不会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。父皇，你要三思啊！放肆！殿下爷，您就听皇上的话，不要再顶着皇上了。你若然不从，朕便关闭树人学堂。你所提出修建300-400个学堂的事也休想。原来你们都还在啊！呀，人家担心你嘛。哎，夫子，刚才你那个笑话还没有讲完呢。我们还要做作文，课没上完不下课的。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哪里了？小胖。夫子说有一个孩子很懒惰，哎，那个孩子爱睡觉，夫子就教训他。只有勤快的人呢，才能学到真的本事。你们想想，小鸟如果不起早，它就吃不到虫子了。那个学生问夫子：“夫子，如果那只虫子跟我一样懒惰的话，没有早起床，岂不就是不会遇到小鸟了吗？”夫子，你再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吧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讲完了我们就下课。夫子要求学生作文，题目是记一件最完美的东西。可是有一个学生只写了1句话，你们猜一猜，他这句话写的是什么呢？不知道是什么啊？那个懒惰的学生啊，他写道：“这最完美的东西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”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夫子刚才给你们留的作文的题目吗？是无题。不管你们写什么，身边的人、身边的事，都可以。只要不像那个懒惰的学生，只写1句就好。你们写好了，就交给鲁夫子。以后的功课为什么都由鲁夫子来批改。你们一定要仔细的听他的评语。夫子，你不回来了吗？是的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啊！夫子，你走了，那我不是见不到你了？夫子，我们舍不得你啊。是啊，多谢夫子教导，请吧。夫子，你要走了吗？夫子，你不回来了？你不回来教我们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！
你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不，我好怕，我好害怕分离啊！分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。翡翠同学，你不要走，不要像我的爹爹，像我家人一样抛下我不管。一分开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不会那样的。我只是有其他的工作，暂时不能做你们的父子罢了。不，我爹爹也是这样跟我说的，只是暂时丢下我不管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可是他一丢下我，我就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不会一去不回的。放心吧，我还是你们的夫子，我还是你们的好朋友。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争取回来做你们的夫子，好吗？相信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别哭。其实我离开呢，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。从此以后呢，再也不会面对你们这些调皮鬼了。要记住，鲁夫子年事已高，不要再问那么多为什么了。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双亡啊，却要骗夫子什么爹爹走了不见了，多同情啊！哦，为什么翡翠变了？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喜欢的人跟人家双手紧扣，难舍难离的，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人家李公子啊，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能言善道，说话风趣。你看你呀，又哪点比得上人家？人家李公子啊，还是80万禁军教头的少爷的得力手下，能够进出皇宫，可见啊，大有来头啊！你呢，一个穷光蛋，只有以前那个丑翡翠才会喜欢你，现在这个漂亮的翡翠绝对不会选择你的。反正我已经被踩在地上了，你要怎么奚落我都可以。哎呦，为什么你这么没出息？你不抢回翡翠，就会连累我也失去李夫子的。你为什么不争一口气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哎呀，可恶！真是越来越没家教。最近见到我，不是避开就是躲起来，就算是我叫他，竟然当没听到。那个王吉利更是离谱，整天只会跟我傻笑。我只要一提给你们俩早点办婚事，他就找借口上茅房。娘，你不要提起明珠好不好？好，那就不提明珠，那就提翡翠吧。翡翠呀，是不是吃了燕窝才变得那么漂亮？要是我也能吃到短几年命，我也愿意。娘啊，你也不要再提起翡翠了，行不行啊？好吧，不提翡翠，不提明珠，就提他们爹好了。
这个王吉利啊，当年不争气，欠下了赌债，向我们借钱，签下了一纸婚约。如果他们父女俩敢悔婚的话，我就连本带利的逼他们还钱。哼！不要以为我们孤儿寡妇好欺负，就这么算了啊！也不想想老娘是什么人，真要把老娘惹火了，我就一定搞得她鸡犬不宁，家破人亡。哎呀，我说说而已，不是我家破人亡啊！你们是谁？不许伤害我娘！慢着！不要还我儿子啊！放了我儿子！你们是什么人呐？哎，放了我儿子啊！不要还我！你们是什么人呐？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要我来这里啊？你们对付我好了，不要伤害我娘啊！先有国，后有家，你是否愿意效忠皇上，效忠国家呢？是你？你除了笨蛋之外，还有惊人的气力、缠人的耐力跟好学的毅力。你已经被选为伏魔兵团的战士了。伏魔兵团？哎，你不是80万禁军教头的儿子吗？少说废话！多少青年才俊、英雄豪杰梦寐以求，想加入伏魔兵团。你今天被我选中是你的幸运，你应该感谢我才是。哼，你们不要再玩弄我了！像我这么蠢、这么没出息的人，伏魔兵团怎么会看上我呢？不要像翡翠一样，开始的时候给了我希望，现在却对别人家好。明珠说的对，所有的美女都想嫁给有钱人。我知道我不长进，我怨不得人。你们不要再来管我了，也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哼！难道你想一辈子被人骂你蠢、骂你没出息，让人家瞧不起吗？难道你不想长进，不想让你母亲享清福吗？我就像个木头，话也不会多说2句。我真的有资格加入伏魔兵团？你刚才讲什么？你不是说了很多话吗？你想想清楚啊！能够替当今皇上效劳，是份荣耀，是份光宗耀祖的事啊！不用考虑了，我要加入。你是否愿意成为伏魔兵团的一员？是。是否愿意效忠皇上？是。是否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以消灭一切妖魔鬼怪为己任？我愿意。到底是何方妖孽呀？竟然毁了我的房子，还抓走了我的儿子！天打雷劈呀！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？守了这么多年的寡，辛辛苦苦的把儿子带大，还存钱帮他买了这对手镯来当聘礼。想着让儿子成亲之后，严家的香火就后继有望了，谁知道
我已经不想活了。成儿，我还是跟你去吧，让我一头撞死吧。娘，成儿，娘啊，娘，成儿，娘，成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娘，天下对我最好的是您了，谢谢娘。哪个当娘亲的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明珠和翡翠他们嫌贫爱富不嫁给你，是他们没有福气。娘，我以后不会再让您受苦了，您以后也再也不用辛苦了。哎，快点快点！我不是在做梦啊，哪来这么多东西？不是娘，这全都是我们的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真的不是。啊，哎，你掐我一下，看疼不疼？娘啊！掐呀，你快点掐呀！哎呀，哎，真的疼哎！我不是在做梦，我不是在做梦啊！我问你，这个不孝子，你是不是进了黑道，还是当了年枭，还是做了山大王？这些是不是你打家劫舍抢回来的？娘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不义之财不可贪。是哎，您误会了，他现在当官了，这些都是皇上赏给他的，多好啊！你是说，成儿他当官了？他当官了？是啊，是这样啊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元宝，我威风吗？威风，我勇猛吗？勇猛，我了不起吗？对，了不起，你为我高兴吗？高兴。元宝，你长大以后就要学阿成哥哥一样，当伏魔兵团的勇士。是。你呀，从小呢就要好好的锻炼身体，记住啊，要进伏魔兵团呢需要很好的条件。那哎，就像我会被选中，就是因为我有惊人的力气，还有啊，什么什么的耐力，什么的毅力，总之呢，一点气力都不能少，知道吗？咱们比比看。来，第一个，开始吧。我赢了，成哥哥了。我跟你讲，等我进入伏魔兵团以后啊，我一定会非常努力的学习，然后争取第1名，为皇上效命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是一份光宗耀祖的事啊，我一定不会输给那个李冰夫子的。我跟你说，公主跟勇士呢是2种不一样的工作。你说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夫子跟勇士呢，2种不一样的工作，怎么能比啊？啊，那我一有出息呢，翡翠姐姐就会喜欢我，那就不再跟李冰夫子在一起了。你不支持我？不，阿成哥哥，无论你是提水人呢，还是伏魔兵团的勇士，翡翠姐姐啊都会永远喜欢你的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哦。是翡翠跟你说的？哦。翡翠姐姐呢是永远喜欢你的。真的？那我更加不能让她失望了。我不但要当名勇士，我还要当一名大将军。哈哈哈哈！别浪费喽。原来当兵不是当官儿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根本就不给我机会说话。没关系，兵早晚会当上官的。你要好好干，一定会出头的。孩儿知道了。哎，娘，你怎么了？这么多年来，咱们母子从来没有分开过，彼此相依为命。娘开始担心，早上没人叫醒你，生病了也没人照顾你，也没人煮好吃的给你吃。放心吧，娘。前一阵子你去刘老爷家当厨娘，我还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总之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会帮你看住那个明珠，不准她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。哎，你要记住，出外靠朋友，在里面千万不要得罪人。哦。严大娘，你们好，我叫花木兰。你认识我吗？他是我们这里的包打听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哎。哦。哎，
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？不信，我们打个赌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喂喂喂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撞到人也不道歉呐！哎，他叫洪勇，是将军之后，惹不起的。那又怎么样？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我就说他什么都知道吧，这下你信了吧？成儿，千万不要生事啊！哦，知道了，娘。娘，您回家吧，下雪了。哦，我进去了。你自己小心。哎，回去吧。啊。哎，走，哎，走。哎，翡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文章来的。又写文章了，我看看。夫子是个乐天的人，从来不发脾气，就是教训我们的时候也是笑眯眯的。我是这样吗？你继续往下念嘛。夫子经常想着帮助我寻找家乡。当我被蛇咬的时候，夫子也来救我。希望夫子早日回来，教我们读书识字，让我们有机会再问为什么。写得不错嘛。那你给我哪个等级啊？甲级怎么样？那是我聪明。那是我教得好。我聪明。我教得好。来，他可是树人学堂的夫子啊！哇，这是才子佳人，绝配啊！以后啊，这个字啊要多多练习。哎，走。翡翠啊，鲁夫子他年事已高。我知道，鲁夫子年纪一大把，学问一无所有，笑话却一大箩筐。我是说，鲁夫子年纪一大把，学问一大箩筐，笑话却一无所有。永远都这么调皮。我走了啊。我会常来看你的。喂，这位兄台，你不是那个道？哦，你也来参加伏魔兵团为国效命了。好，哎，我叫李斌，请问高姓大名啊？在下有礼，多多指教。哇，这只蚊子好大呀！哇，这里的卫生环境也太差了吧！我要下令，我要报告，叫他们来进行大扫除。哎，兄弟，我们是来受训的，又不是来受罪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哇，哎，严成，你也来加入这个训练营了？真巧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快把我的鞋子还给我！什么？这是你的鞋子？不好意思哦，刚才我看见房间里蚊子太多，一不小心顺手拿来一用，还给你。哎，这双鞋子有点面善。动口又动手，不如坐下来喝杯酒。我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打我？好了，我们都是同学，何必大动肝火呢？我们的事你少插手。我没有打你，你竟然打我！哼！喂，你要打？好了，你们打吧。等会儿再收拾你。幸好教官还没有到。
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总教官，你们的一切都操纵在我的手上。我降妖伏魔多年，任何妖怪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因此有些龙心感不服而造成伤害。那伏魔兵团的勇士们就是要降服他们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一点。明白。你们有幸被甄选为伏魔兵团的勇士，就要对自己充满信心。任何时刻都要告诉你自己，你是天下第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跟我说，我是天下第一。我是天下第一。降妖伏魔，天下第一。降妖伏魔，天下第一。好，今天第一。今天第一。谁叫你们跟着我说？那我是说，今天第一课是要给你们特别的。欢迎宴会，让大家可以联络感情，熟悉对方。不，是要考验大家，你们要集中精神。今天是生是死，靠你们自己了。如果避不了火箭，不是死就是取消训练资格。哎，大家知道盐城兄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？是孝顺母亲。看来啊，盐城兄弟啊，这是娘的心肝宝贝儿啊。哎呀，这种胸无大志之人呐，我看还是回家喝奶去吧。什么？哎呀，你就胸有大志吗？谁说我没有啊？够不够大？啊！干什么？造反了是吧？这里是营地，不是戏班杂耍。你们想造反是不是？那我要你们写下你们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要让你们知道，成为伏魔兵团的勇士，要随时准备去死，为皇上效劳，为国家捐躯。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再大声一点。明白。皇上，这是殿下爷写的。殿下爷真是胸怀大志，悲天悯人，不愧是一名好太子啊！皇上洪福，兵团里才会出现如此神勇忠诚之人。为国捐躯，要烈。皇上还是看别的吧。放下。是。孝顺母亲，严惩。皇上，整个兵团里属他最窝囊，不过属下会好好调教他的。何必如此紧张？是，皇上大可放心，兵团里不乏尽忠报国、忠君爱国之士，将来必定会为国效劳，降妖伏魔。好，动作再快点。龙身体很长，有鳞、有角、有尾，也有爪，能飞能走，还能游泳。
你们要懂得龙的厉害，首先呢要注意它的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住！过来！你们这样子盯龙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记住，龙的要害就是它的喉咙。嘿！龙再怎么变人，还是去不了心上的龙味道。我们只要训练灵犬，就可以找到龙，然后再用捆龙索把它锁起来，等候处置。龙会喷火，威力惊人，要有灭火神珠才可以对付它。神龙摆尾，所向披靡，要学会如何避开横扫。哎。 吃饭！来，这些竟然给我吃这种东西！哎，现在给我吃山珍海味也没用，我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连一块鱼肉都没有，哪来的力气去训练啊？算了，我那天跟教官都提过，结果被教官臭骂了我一顿。没有营养，我们拒绝训练。我来这儿是拿第一的，不是来抗议的。切！ 你神气个什么呀你？你以为自己真的能拿第一啊？切，恐怕有姚烈，还轮不到你呢。哼，走着瞧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大家不要内讧嘛。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。各位兄弟，我们一起来。谁跟你们是兄弟？哎，这人真讨厌。不管他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伙食不好，若不改善，拒绝训练，抗议到底。 好，抗议到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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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伙食不好，我们拒绝训练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伙食有什么问题？你看一看，每天只有青菜，根本就没有营养嘛。这是训练营，不是饭庄子。可是吃不好，哪有力气去受训啊？我的伙食跟你们一模一样，为什么我就有力气教你们？那，我这么做是为了训练你们的意志力，改造你们的体质，明白吗？没有营养，怎么改善体质啊？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你们进来之前吃的是鱼虾鸡鸭、香肉美酒，久而久之就会变得脑满肠肥。那不要说是杀敌，敌人来了跑都跑不了，没什么可是的。看吧，我的话就是军令。 谁敢不好好吃饭，再闹的话，我就把他关到黑房里，饿他个3天2夜。我要你们互相监视对方，一旦有人犯规，即刻向我汇报，知情不报者，我一定重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大声一点。明白。吃饭。